天我们要来做 Dyno Run， 我们要把这辆 stock car 榨干，就是我们现在要做 tuning， 蛮有经验的一个 tuner。OK， 我们会进入这个 tuning 节了，来公布我们的成绩了，所以期待。我们的 Max Power 这一次去到了。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是 Jack。我们终于又回来了。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呢，由于工作上有一点忙碌，所以我们就没有剪片的一段时间。大家慢慢等啊，我会慢慢的一步出的。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件很兴奋的事。我们还是要 continue 的拍下去。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做 Dyno Run。为什么我们会来呢？如果大家还有看之前影片，我们上一次也来做过 Dyno 啦。我放在这边啦，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地方了。对，我们带着我们的原装车为 race 来 Dyno。这一次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装，装了一个倒摆，还有放一个非常小的 drop in filter， 就真的是把那个原装那一片刻灯换去一个 K&N 的。应该新琴键吧，我觉得那个。对，我们这辆车就 consider 还是一个 stock car 的情况下，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挑战 stock car 的极限。Yes， 我们要把这辆 stock car 榨干，就是我们现在要做 tuning。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做的一个叫 custom tuning， 对，普遍叫 remap 啦，就是会重新写过 program 进你的车的电脑，对，它有做 ECU 跟 TCU 的 tuning， 让整个车的performance 还有 responsive 那些整个体验是完全不同，就和 original 和原装对很大差别，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tuning 来榨干榨净我们的 stock 车，因为我们想真的看一下原厂 Ford 的 hardware 可以去到哪里先。当然，后续有机会我们也是慢慢 upgrade。现阶段的话，我们就是把 custom tuning 丢进去，然后现在就来 Dyno 看一下它的真实力了。其实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开始呢？先讲一下我们的 background。这位呢是现任 developer， 这位呢是前任 developer， 现任 PM 啦。所以我们突然间有了那个念头，就想说，software 的 program 在车身上跟在我们平时做那种 cloud 的 software 的上面会不会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些只要是关系到 program， 关系到这些 coding 的东西，其实他们的 concept 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在车身上会有很多一些可能车的外表啊，车的那种风向还是什么的那一些的 theory 啦，那些我们就不挑战了。所以我们是想说，在 program 那方面呢，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concept 是一样的。我们就想说，把我们的 knowledge apply 进去，去研究一下这辆车，我们可以做到些什么。我们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呢，去找方法，然后也是去找这些software 啊、hardware 啊这些 plugin 的东西去做，所以呢才会有这一个的开始啦。就其实回归到 programming 咯，就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东西。回归最 basic 的 programming， 其实就只是一些commands， 1和0啊，1和0，一些 commands 啊，就是一些 condition 就会带出什么后果，对，什么 effect， so 也促使我们的那个好奇心，想去看一下车的 programming 跟我们本身做着可能apps 啊还是 website 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车要怎样真正去 program 一辆车。当然因为街区车嘛，还是需要一些 external 的一些 plugin 的工具啦。当然我们也是新手，所以我们也没有贸然的去乱改车的 data，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在外国，美国在美国，我们 Ford 的老家，蛮有经验的一个 tuner， 说他的名字叫 Goose Tuner。如果你们 online search 一下，基本上应该你 search Ford Tuning 或者我们的 Raptor 小猛禽的 Tuning， 基本上它的名字都会出来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等我们也联系了他，跟他谈到 OK， 他帮我们做这个东西，我们就促成了这个 Custom Tuning。为了这个 Custom Tuning， 我们就把我们之前装的 Race Chip 先拆下来，让车回到完全原装，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 tuning。其实这个 tuning， 我们当然不是说就是放进去给你，然后就不理你。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这辆车也是一个 experiment 应该是 R&D 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车去做实验，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很多轮，来来回回我们并不是 plug 了，然后以别人的 data 然后 plug 进去，然后就给你那个 result， 而是用你车本身的 data 我们 read 出来，然后再从那个 data 上面进行改造。这个才是真正叫 custom tuning 啦。我们不是那种找了一个 universal 全部人用的 tuning plug 进去，然后就这样子了。我们这边做的是名字叫 custom tuning 啊， so basically 一直来回咯，我们把那些 data 全部改了，大概调了一下，然后我们就会on road test 了，然后会给的那些 data， 类似你的那些油门啊、那些油啊、点火那些东西。So 那边 feedback 回来过后，我们又继续enhance improve based on 有什么 issue， 那边可以看到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微调一下and then 又继续咯。这个 process 其实一直 until 我们满意为止。我们来来回回应该很，因为我们比较 detail 上，然后第一次做嘛，就想要做到好一点，真正看到可以到什么程度。所以来来回回应该吃了2-3个星期。2-3个星期，因为我们时间也是比较 limited， 不是 full time 就从早到晚去玩这个。刚好这段时间也是因为新年啦，然后我们又去旅行啦，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是蛮 limited 的，然后才会花了这么长时间。可是在平时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以比较 full time 的情况下去 test跟 run 的话啦，其实是3到5天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想要真的是做到满意为止，所以那个满意度就很个人咯。为什么比较长，也是因为我们放好那个 tune，我们 on road test daily drive， 就是我们可能出街啊、上班，我们也是真的去 try 它，而不是放进去然后我们踩2脚就这样 conclude 啊。因为我们加下来可能 feel 到那个油门哪一个 gear 有点不顺，还是有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又继续 feedback 又在改，所以这边比较吃时间。perfection 作祟。有一点，对，就跟我讲的一样了，就是你的满意度啊，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感觉，那个方面其实是蛮个人的啦，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调到我们觉得最满意的情况。然后我们觉得加得很顺，然后油门反应很好，然后可能那个 gear 的 shifting 就很顺很丝滑，然后我们才觉得 OK， 这个是我们满意的啦，然后就会是用这一个 version 啦。所以我们期待了这个 dyno， 因为我们一直只是在 tune 在 tune 在 tune， 其实我们不知道那个 actual improvement 多少，那个数据是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很期待可以真正上马力去看一下，真正因为体感是很大差别了的，只是数字上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东西去 justify 我们的感觉。所以今天就是用 data 说话的时间啦。你 expectation 是多少呢？我 expectation 肯定要高过我之前的。refresh chip 的时候啦。对，我 expectation 因为 stock car 啦，我不敢 expect 太高，可能420、430这样子 target 啦 target。我们上一次 race chip 啦是380。race chip 的是380。data 又放在这。对，这次希望再多一个 improvement。
可以更高。这里要强调就是 stock， 真正 improve performance 的那些 hardware 我们完全还没有进，还没有装，像 intercooler， 很大的那个 air intake， 那些 transmission cooler 啊 everything， 冬菇头啊那种东西，我们还没有动那些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拿到去到多少极限？去到 max， 对。应该这一次就是我们 stock car 的极限了。如果下一次要再改的话，应该就是需要一些 hardware 上的 support 啦。确实应该蛮极限的。是了，因为再上的话，因为我们 tune 也是走比较安全的路线。讲到我们这一个 tune 呢，其实是不是那种很暴力式。tune 你要上power是很容易的东西，我们turbo 车那个 boost 推一下，它就肯定上好了。可是我们要的是可以 long term 驾驶是安全的，对，不会真正伤害到那个 engine。within 这个 limit 里面去get 它的 potential power 出来。对。其实我们有询问过那个 Goose Tune 那边的，他们也是有一些东西他们是不做的啦，就是如果会伤害到 engine，或者伤害到你的 gear shift， 还是伤害到任何一个东西，只要那个动作是会有影响到任何一个配件会坏掉，或者长期下来是会 drop 的negative 的，他都会帮我们调回来。这个是我欣赏他的其中一个东西，蛮有性格，蛮有个性的。就很证明他真的是爱车人士，他不想做一些动作是只为了好看，或者这个我可能会被骂，这个是危险发言。只为了好听或者只为了好看，然后而去做了，而是真的是觉得那个 performance 是 improve 到这辆车，而不是伤害这辆车的情况下去做的 tuning。不一样啦，那些他们要玩要好看好听啊，因为他们是他们的 toy car，或者 weekend car， so it's okay。我们的 use case 我们是 daily use 的，我们会带着它跑长途。去 off road， 去 road trip， 去 camping， 上班，去 shopping，everything。所以我们是会走一个比较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可是不上车的情况。对。long term usage， 我相信很多 Raptor owner 其实大家也是爱车人士，也不是真正把它当做下 track， 完全包改的那种车。OK。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去 dyno， 我们看一下数字出来是这样子的吧。Let's go。 Let's go。 我们要回来这个 dyno 的地方，这一次会是多少呢？把它
要过了，现在有超过了，没有，刚才170个人进来先。不要先靠近啊！不要转先靠近啊！没有。跑完，所以我们最高纪录就是47 for horsepower 了。然后呢，这里就是718。它的动来得很快啊，2000多转就负动。我们现在 hardware 方面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 upgrade 啦，基本上都是还用着原装的 hardware， 原装 intercooler， 然后又换了一个 drop-in filter 啦。马力来到417，手法还可以接受啦。比起我们上次 Red Chip 的话，其实有提升多30多40匹。之前原装 Dyno 应该330多340，现在417。呀，我们 Dyno 就这样。这个线，说我们看到这边，这边是它的 peak 啦，倒的话，我们最高去到718.97，接近700多。这个是 on wheel， 在它 RPM 其实越来越低，它的倒就来了。所以你加起来整个感觉是你会觉得那个力很 responsive 啦。所以这是倒那边在给出的 effect。然后 engine power 的就417咯，这边。所以那个 graph 在那边上，你看到有一些这边下来呢，基本上是因为到尾端的话，我们要 improve， 基本上我们都需要一些 hardware support 了的，像换intercooler啊这些，然后进气那边要给够它的气跟冷风啦。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可能后续的需要 upgrade 的东西。所以尽量最美的 graph 就是这样子上去，然后这样子平着去。说法这条 OK 了的，是这边需要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 Dyno Run 了，还可以上。基于安全，因为刚刚 Dyno 的人他也讲，其实超过200他就会手油了的。对，可是刚刚他最后一脚他踩到220了。对，因为基于安全啊，他不敢踩太快。OK， 这样子。我们这次Dyno地方在这里，Vision Auto 3枚。是我们之前也是来这里啊，然后我们的车友也是在这里，很多个都在这边。有兴趣可以过来找老板 Henry， 老板很 friendly 啦。它的 Dyno 机刚刚他也是讲 upgrade 啊，有可以 support 4 wheel 了，加了那个 link belt。所以你们如果有4 wheel all wheel drive 车要来 test 也是可以。我们回来了。我们 Dyno 好了。天气好热，现在是下午12点多1点。对，我们其实跟我们上一次一样的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天气，一样是大太阳，然后很热的情况下，其实热的天气也会影响到 Dyno 的成绩一点点的。可是我们36度，可是我们就和上次差不多，就没有话讲了。OK， 来公布我们的成绩了，所以期待。我们的 Max Power 这一次去到了417.23，这个破400了。Yeah， 这个是原装车情况下破了 On Wheel 417，然后其实很惊讶看到，我们看到那个这个真的是很惊讶，去到了718.97，竟然破700了。对 On Wheel 破700，代表 Engine 那边已经接近，应该是超过800啊，不要算。Dyno 老板也是跟我们讲，因为有 Power Loss 嘛，你 Transmission Power Loss 大概一个20到30%。So Engine Power 在马力来讲，如果跟数据的话，已经接近500，或者已经超过500了。Then On Wheel 是410多，对，这个是 Ford Performance。大家记得这个可是一个 stock 车，然后只是换了一个倒摆，还有一个无关痛痒的 stock infielder，所以这一个其实它可以来到这个数字，真的是很劲。其实那个倒摆没有很帮助 performance 啊，它帮助声音啊，其实也算是一个新琴键。我们 online research， 然后跟 tuner 那边讨论到，其实那倒摆真的是影响不大，真的是声音来的。所以我们会 categorize 这个还是一个 stock car，我们 engine 应该打开还是原装，所以很 impressive。对，超过400。这辆车原装的大397嘛，那个它宣传的号码啦，397 on engine， 对。然后 pass 到下来车的话，我们上次跑就350左右。对，现在算是有多少？60多70马力 on wheel 的 improvement。其实是还蛮惊讶的。整个 overall data 再可以放出来，我们会看到整个它的 power delivery 在更早的时间deliver 出来了，跟之前我们跑的时候，even with red chip 或者 without red chip 跟这个 compare， 它的全部整个那些马力跟 torque 都提早了，所以整个带来的 effect 就是你很直观的可以 feel 到那个你的车会很有力很多，然后会更 responsive 顺了很多了，整个 smooth 到完，你一踩点一下油，基本上那个力就来了，因为它提早给你那个 power， 它 maintain 着那个 power 到高转多一点，这个就是它的 effect 它的好处。其实这个听了过我自己家啦，我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我 feel 到力是有，那个是肯定有，可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那个 gear 的从1到10那个顺滑度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之前你换油，你多多少少，我觉得啦，我的个人感觉，我是觉得它会有一个那个感觉，就有一个怎样形容，就会有那个顿点，是这样讲吗？顿挫就会挫一下了。可是现在还是真的是很丝滑的整个东西上去。就我家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可能我没有真正去看那个表，然后我就很快的上到一些我很吓到我的一些速度啦。所以这是我在这个 tuning 过后感受到的东西。我也觉得这整辆车，因为那个丝滑度，因为本来这辆车就是一个吨数很高的一辆车，就是它非常的重。然后每次我加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辆车很重。可是改了过后，我反而觉得这辆车突然间轻了很多。我们的小胖减肥了。对，它好像减肥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又觉得它那个丝滑度，再加上它这个很轻的感觉，会让我整个驾驶感、体验感提升很多，就很好驾啦。这个因为那天我们也是 before 我们来Dyno，我们也有去找我们的朋友，刚好我们gathering 一下，然后交换试驾一下。对，那时他们的 feedback 是讲我们这辆车整个变成很轻盈啊，一踩就动，没有那个拖的感觉。之前也还好啦吧，现在它整个他们的体验感跟
他们自己本身的车差别很大，就是整个很轻盈，跳来跳去的那种感觉。跳来跳去，他们给的 feedback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 feel 到。应该像那种舞者，突然间就很比较灵活啊，敏捷，比较灵活也比较敏捷一点啊。确实那个 torque 提升很多了，那个 torque 是很明显让你觉得你车有力的一个东西，对那个扭力，然后基本上从500多直接上到700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体感上差很远。刚刚在 No 它的 speed 其实呀，我们这个 tuning 有多一个东西就是叫 Unlock VMAX 就是 speed limit unlock 了。因为加 Raptor 都知道了，我们都是被 limit 在187，然后就停了，后面我们就要开始让车了。当然这个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就是会卡在那边的。这个 tuning 我们也特地 unlock 了那个 speed limit。所以我刚刚在 dyno 的时候，它的 top speed 已经来到220。And then 其实 dyno 的人，他基于安全考量啊，其实他不敢再上了。因为再上下去他怕会有危险，毕竟那个机就只是那个转的机，然后可是跑到200多，其实挺恐怖的。那是声音也是很大的，是。所以他也是有讲，如果超过200，他会slow 到了，就不会 full press 下去。其实这个还不是它里面啦，可是大家安全一点，因为我们的轮胎呢也还不能够承受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基于多种安全理由我们还是 keep 在这一个当做是我们220的里面就好了。For reference 在街上就不要这样子加了吧。有时刚好需要到力来的话就at least 没有东西 restrict 着你。这个才是重点，我们不希望被 restrict 着。如果大家想要试驾我们的车，其实也可以联络一下我们呢。如果大家有兴趣要跟我们做一样的 tuning，其实你可以找我们留言下面。OK， 我们会进入这个 tuning 节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其实可以找我们。如果看了这个影片就联络我们，提早联络我们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 early bird 的优惠啦，所以大家可以联络我们。可以在底下 comments， 也可以去我们的 Instagram 找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你们想要做这个 tuning， 或者你们想要体验一下，先试驾一下，我们如果刚好你们有在雪隆区，或者刚好我们有出去有 gather， 可能我们有去到南马还是北马，这样大家可以约出来喝个茶，然后体验一下啦 ，feel 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那个停着车的时候也可以踩到那个什么的，这个也是某个limit，又 unlock 了另外一个limit。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被limit，因为我们每次car gathering，大家都想要 rev 一下车，或者你看car wow， 你看到他们每次都会讲那个车很像Dyson Season这样。踩一下，然后就没有了，cut 掉了。因为我们 Raptor 也是 cut 在4000 RPM， 如果你踩，你大概你知道。所以我们这里 increase 了我们的那个 rev limit。等下我们给你们听一下那个感觉。因为我们 increase 更高 RPM， 它的那个 power 整个震撼感是不一样的，它不会像吸尘机这样，然后就没了。这个直接是很爆炸的那个 feel， 很爽。这个你自己可以自嗨你在 parking 自嗨一下。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until 现在啦，应该是我们是第一了。有做这个。如果你已经unlock了的话，你也可以在底下 comment 让我们知道，看谁的大声点。我们就约出来一起听一听那个声浪吧。我
们的第2级改装成功，第2级改装完成了大成功啦，因为我们数字上就已经表现出我们有很大的 improvement。然后这个不只是我们改装计划，还是我们亲手改装计划，大家可以再期待下去我们的第3、第4、第5集了。他会亲手做什么？我也不懂，这位老板只要动手的都会把它交给我，所以我就不懂老板会安排一些什么工作给我做了。OK， 今天就到这边吧。如果有兴趣的，记得在底下 comments， 然后也可以联络我们，直接联络我们。如果想要试驾的话，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拜，去吃饭了。还有一个sorry， 大家记得 like、subscribe， 还有 comments， 还有 share 我们的影片。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大家 share 起来，让大家知道 Ford Ranger 的 stock car 也可以去到这么高哦。拜拜，拜拜。